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Ranger MAN。没有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做这一辆 Proton X90 Premium 版本。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Proton X90 的 Exterior、Interior 各种详细介绍。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跟 Proton HQ 借来了这一台 Proton X90， 是一个 Premium 的 spec 啊。然后我们就要把这辆车 hood 上云顶 ，Driver 就是我们的 Ranger MAN。加油酱大两大番薯，没有什么信心呢。好了，现在是下午1点半了，我们可以在这个 meter 上面看到外面的温度是一个35度啊，够力热。所以相信这个轮胎是 hot 的啦，绵绵的啦。那等一下我们就带大家体验一下上云顶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啦。Let's go！让 VEST 带给大家豪华 MPV 的乘驾体验大跃进。VEST 的全新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是专门为你们的 Alphard Wildfire 而生。VEST 的 Ruby I 系列主机拥有目前市面上顶尖的12GB RAM 加256GB 的 ROM， 搭载日本 JRC JM5532 Terrier Power 处理器，以及目前最高端的 UIS 7870 SC 基带。主机内置风扇调节和温度观测VEST 更有内置的 DTS 数码影院系统，精准调节声音效果，音质细节堪称就是数码影院啊，非常的通透有力，而且还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Store 即可轻松下载你喜欢的 Apps 啊，直接用这个荧幕就可以实现你的 VEST、你的 Google Map 的功能了。它的这个 screen 啊，动起来非常的 smooth， 而且它的画面真的很高清，在太阳底下你也不会觉得它的那个色彩饱和度或者亮度不够，阳光底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画面。这个360的功能非常的高清，它就是可以让你自由拖动。你如果在一些 parking 比较狭小的地方，或者旁边有龙岗的地方 parking 起来，可能你会担心会不会掉进龙沟啊，会不会撞到旁边的垃圾桶，你就可以通过这个360全景摇览图画面，你就可以看到旁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有没有龙沟洞了啦。而且还有3种酷炫主题，智能切换白天黑夜模式，还有自动检测车门状态的系统功能。VEST 的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让你们的乘驾体验更上一层楼，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我们打这个 Reverse Gear 就可以看到，就会显示一个很够力高清的360画面，而且它不止360啊，它还连那个车底的画面它都可以拍摄到。也是2年3年前我看到 Lexus 的车款上面有这样子的东西啊，然后现在看到 Proton 也有了。真的是厉害。OK， 现在我们就是走这个要去云顶的路上啦，刚刚过了豆，所以是一条 highway。这个 highway 啊，跟我们一般走的南北大道 highway 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走的南北大道 highway 啊是平的嘛，最多就是转左转右。这里呢是有上有下，转左转右，在上下的同时也有转弯。这样驾车的人呢 ，Ranger MAN 啊，你觉得驾起来什么样的 feeling 啊？因为现在的起伏还没有到很够力啦，所以到现在这种程度是还可以接受。现在是还很没有明显的感觉出有什么异常啦，就 OK 咯，平常的感觉啦。平时你驾的是那个韩系 sedan， 没有错，韩系 sedan 跟这个中系 MPV SUV 走在这种路上，感觉应该会有差别啦。sedan 跟这种啊，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驾驶感？如果在这种比较多起伏啊，然后会弯来弯去，当然还是sedan比较好啦。毕竟这样高的车啦，它的物理极限就是在这边了，它的极限比较容易被突破了，所以到有这种山的地方，当然还是sedan会更好啦。我也是比较喜欢 sedan 车型啊。可是如果你的家庭是需要用到这样子，好像6人座、7人座 sedan 车款，给你去到 D segment 也好，你不可能载7个人的，不合法吗？如果一辆 sedan 你载7个人啊，它那个配重比会很奇怪的嘞，你踩 brake 不要停的，然后你转弯你的车好像要往外抛这样子。这种大型的 SUV、MPV 在乘坐空间方面啊，就会来得更加舒适、更加宽敞啦。当然，如果平时你一个人驾车，你想要一点激情，想要 performance， 想要有很极致的这种驾驶感，我觉得 Proton 目前的这个 S7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符合了我想要的一个动力条件 ，OK， 它的动力其实不错的那一台车，再加上 sedan 车型的一个条件，所以这2点综合起来，我是觉得 sedan
S7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也会有做一集影片是 S70，我们拿来上云顶，整个操控感觉是怎么样啊？那个大家可以继续留守我的频道，可能是这一集影片先出，也有可能是那一集影片先出。小铃铛记得要跟它度下去啊，不然的话出新影片，等下你没有注意到啊，就错过非常好料的内容了啦。那我先讲我的乘坐体验啦。你在开车，我在坐车。我是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人，其实我只要坐到一辆车，我觉得很不舒服，有很多多余的浮动啊，我就会觉得很累，很想吐。可是讲真的啊，我现在又要录影、主持、看路，又要 build 我这个乘坐体验，它的乘坐表现我觉得是 OK 的。虽然讲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缺点啊，我觉得Proton没有给我钱啊，前座这个椅子的椅垫长度啊，我觉得是有点短了。赞同，非常认同。X70的椅垫长度是长的，但是这个椅垫长度我觉得很短呢。我昨天才加 X50啊，今天才换90。我个人的感觉啦，X90跟 X50其实就差不多。然后后座还有一个缺点，刚刚我坐到后座的时候啊，我就有发现这种 SUV、MPV 这一种车型啊，坐在后座的时候呢，它没有想象中的 relax。因为它的第二排的椅子呢，就算你把它放到最斜 Premium 7人座版本，还是没有很斜，对我来讲是一个缺点来的。舒适度我觉得 OK， 合格，隔音表现我觉得也是 OK， 轮胎的噪音啊、风切声啊，什么都控制到很好。每一次我的影片都会有人 comment 讲，没有介绍 High Proton，OK 咯，这样就介绍一下咯。这辆车有 High Proton， 就这样。啊，它可以帮你控制冷气大小，开 Power Window。Navigation， 你平时用它选购是怎样？开窗口，还是你会选择 Hi Proton Open the window？ 开了，开了，开了，然后它又没有听到的。你觉得你会用15秒来给它 command， 然后等它开窗，然后你再定，还是你用0.5秒按一下？那个15秒后面的人一定换你了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个按钮搞定。当然，冷气方面，这辆车它有一些物理按键啊，你可以调整它的冷气温度啊、冷气的风速啊，而且是双区恒温空调啊，这一点 good job。OK， 现在我们渐渐的把车开到越来越高了，我们等一下去到一个更加斜、更加陡的一个斜坡的时候，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辆车。它的1500cc 3缸涡轮增压引擎，配上它的7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驾在云顶山路是什么样的 feeling？ 我不是 YS 控，他也不是，我们没有拿这辆车来炒 ，OK， 没有代价付，开。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个用平常的方式来闪人家灯，让它闪一边。如果你用平常的一个方式来开，你都感觉不舒服，都感觉没有力，这样你也不可能像 YS 控他们这样顶超嘛。YS 控，当然我非常 respect 他们，驾驶技术非常的好，非常高超。那这台 Proton X90会不会拿去跑赛道呢？第一个弯可能就超出去了，这么高。那我们现在就把画面切换到比较斜的山路，我们再继续聊这台车的引擎动力表现啦。Let's go。OK，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云顶爬坡的山路了啦。用普通的方式驾啊，因为我们的阿妹啊，这个是他第一次自己驾车上云顶，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呢。第一次开车上云顶的人来驾这辆车啊，我才可以 feel 到这辆车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因为如果是第一次驾嘎当嘎布的，然后又驾一辆稳定性很差的车啊，我一定晕车了。可是从刚刚三角到现在，我觉得都还 OK。主要是我的驾驶技术好是吧？明天我们去手棒就知道好不好了。你觉得啦？1500cc 3缸涡轮增压，现在是斜坡嘛？你驾到感觉是怎么样？斜坡了，它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那种力不从心嘛。跑了一小段的 highway 了，在那些路你就感觉不出会有 underpower 的感觉。我们在上斜坡的时候就会比较明显了这个感觉。云顶山路可能有些人在看影片，你们没有驾过啊。其实云顶山路它有一个驾驶技巧的，跑过无数次云顶山路过后所累积下来的小小经验啊，就是你要 keep 着你的车的 momentum。如果你的车被前面的车顶到慢下来了过后，你要重新给 throttle， 重新等那个力来啊，哇！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前面有一个一块假期巴士啊，顶着我们了。
当我们要超车的时候呢，因为又是在斜坡嘛，速度又慢，所以你要超它的时候，你油门一下去就会感觉到，哎，车很重，对，不太要走，对吧？这个我相信是大家都会面对的问题啦。OK，cornering 这些啊，我以一个乘坐在旁边的一个角色来讲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它不会给我那种要甩来甩去很辛苦的 feeling， 没有那种驾到要抓这个这样子啊很辛苦，没有。整体的这个乘坐的感觉是 OK 的，速度一慢下来了过后，要超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那个我 feel 得到了，还是有一个蛮明显的感觉。跑云顶山路其实就是要有一个 momentum， 你要 keep 着那个惯性，对，你要 keep 着那个惯性，而且你的车也没有那么负担，也比较不容易水滚。然后这辆车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在爬坡的同时，如果被顶到，你要超车，是不是有一个很想做的事情，就是退档？没错，真的啊，这辆车呢，它没有 pedal shift 啊，你没有办法在手那边降档，所以你只能用排档杆来让它退档。OK，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小城堡这边，就是过了第2个 roundabout， 换人驾。车手要教我驾车。不是，就是我想驾，我全身痒。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是很习惯啊，就是它的排档方式，好像 X70哦，你可以连拉2个 step， 咚咚。对，包括50也是一样。这辆 X90呢，它的排档方式就是你要推1次、2次，而不是1、2这样子。走线的那种排档方式是拉2下的嘛。X90就驾过好多次了啦，可是上云顶还是第一次。虽然是涡轮增压，可是那么大台的车啊，驾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一样是7人车，前面有一辆 Alza 7人车。让我们来看一下 Apa itu momentum overtake， 就是这样子。就超它了，刹车慢慢放，再转，早一点开油。然后因为这台车的轮胎哦是属于比较城市胎啦，街胎。在动力方面啊，如果是以直线加速或者直线爬坡加速，这辆车我觉得是 OK 的，对，也够用，很够用的哦。它的动力表现跟它的这个 size 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讲好像这种转弯，我就要比较早开油，早开油就会掉。也没有叫到很明显啊，其实这个轮胎还算 hold 得到这辆车，那种1500、1300 NA 的车全部不是对手，CRV 啊也不是对手，OK 嘞，这个轮胎可以嘞，撑得住，OK 嘞，主要是还是要比较早开油啦，这辆车。刚刚阿 Man 驾的是那种一般人的驾驶吧？一般人啊，对，我这个是比较激进一点点的，就比较怪懒一点的轮胎。辛苦吗？那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了啊。然后我们用顺的方式踩上去，看这辆车是有力的。那如果我要激进一点，我油门下还是可以。我们还可以闪人家灯，让它闪一边。我感觉我在加辆罗里这样子跑山啊，可是这辆罗里又有力，操控也可以哦。感觉到的是我的屁股 feel 到啊，这辆车的后面很多动作。可是动力方面、操控方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这辆车好过很多比它贵的这一类型的车。我之前驾过一个女孩子名字这样的那个车款呢，哎呦那个，它是偏舒适的车啦，取向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讲动力跟操控的话，这辆车肯定是比那台车来的更加好啦。尤其是在抗这种扭力方面啊 ，CVT 它可以抗扭能力会比 DCT 来的弱很多。旁边还有一个对手 CV 1500T， 看那个车主驾到多么的轻松啊，单手啊。当然那台车的重量多少，这台车重量多少，风阻系数也有很大的差别嘞。一杆就输他了啊！所以我们已经成功的上到云顶来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啦。我觉得这辆车整体表现，我们不要讲我们每天拿来这样子驾啦，没有人每天这样子驾车的了。如果我这样子驾车的方式，它都 hold 得住啊，这样平时的日常开车啊，肯定是没有问题。OK， 如果你们担心这辆车肥肿大辆这样子会没有力啊，你不用担心，这辆车一定有力。OK， 它比你现在驾住的什么 Myvi 啊、Vios 啊、CD 啊来的有力。OK， 你要 upgrade 从那些车变成这台车没有问题。操控感跟 Sedan 比起来比较bulky嘛，这个车你这样转弯它一定会有比较多的 body roll， 这个是物理极限，没有办法。可是日常使用它也会舒服过我刚刚讲的那些车。到你临近的 Proton Showroom 试车体验。要买车一定要试车，你没有试车，你根本不知道你买到什么东西了。阿 Man 有什么话要讲吗？这个真的是超出我的 expect 啦，因为那时候我原本打算借了 X90，本来是没有打算上山的，
因为我真的是对它很没有信心啊。就刚才的经验来讲，真的是 surprise 哦 ，OK 哦，真的哦，买车要去试车，试了你就知道了的。对啊，当然你不用来到这么极限的路况来试啦，阿浩哥已经帮你们试了的，绝对 hold 得住了。所以你们那种一般城市使用，绝对是足够的啦。那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录下去。我们接下来还会用更多你们想看的车款，跑云顶山路，跑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给大家看一下马来西亚中文汽车媒体跟外国就是不一样。今天先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